在俄乌战事及欧洲能源背景下，获得欧洲持续支援的乌克兰，因为电力资源富裕，从7月起反过来向欧洲输出电能。不过，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因乌克兰能源设施遭俄方导弹打击，乌克兰宣布自周二起暂停出口电力，以保障其自身能源系统稳定。乌能源部也承认，这将加剧欧盟的能源压力。在欧洲，民众抗议指，俄乌冲突是北约与俄的代理战争。乌克兰能源部也在其官方脸书账号发文说明了此事。乌能源部还直言，这将加剧欧盟的能源压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基辅州供电公司周二也发布消息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开始实行轮流停电制度，每昼夜停电不超过4小时。早前，俄乌围绕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博弈已经让乌克兰的发电能力大受影响。扎波罗热地方官员周二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通过输电线路接收电力，以满足自身需求。但是目前谈论重新启动核电站发电机组还为时尚早。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战前是全球第3大核能发电国，核电占其国内发电量50%以上。目前在运行的主要有4座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是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也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所发电力也输往欧洲。此外，因为战乱，很多乌克兰人流落到其他国家，造成乌克兰境内电力供应过剩。乌克兰与欧盟于7月确定电力合作事宜，借助罗马尼亚的电网，将乌克兰电力送往欧盟，成功为欧盟缓解了一部分能源压力。乌克兰每年也可以获得700亿格里夫纳，相当于160亿人民币的收入。有观察指出，乌政府之所以计划停止对欧输电，除存在部分能源紧缺的客观原因外，恐怕还有要挟西方加紧向乌援助的用意。此前几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就警告说，乌方近期可能停止对欧洲的电力供应。我觉得对于欧洲能源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雪上加霜的这么一个现象，因为现在欧洲马上就要进入冬天，涉及到不光是涉及到这个生产链、供应链，同时也涉及到冬天民生问题，就是取暖问题。在这个传统能源供应的这个环节上，如果电力再出现问题，确实是使欧洲的能源供应出现一种雪上加霜的这种局面。然而，由于乌克兰断电导致欧洲能源危机再加剧，加上高通胀，令德法等欧洲国家面临持续动荡危机，抗议罢工不断上演。上周六，上万德国民众在柏林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德国政府的能源政策以及高通货膨胀。在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能源公司和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在法经营的炼油厂工人不满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而持续罢工，燃油供应受到严重影响，民众要排长队等候加油。法国的一些加油站还被征用以供应紧急救援车辆，更有甚者，警察还会询问司机油箱情况，如果油箱没那么空，司机会被拒之门外，不让加油。此外，近几天来，奥地利、意大利、捷克也相继爆发抗议活动，抗议生活成本上升，指责这场冲突是北约与俄的代理战争。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也担忧称，欧洲反俄团结正在动摇，因为欧盟正在耗尽其经济战的资源。他称，欧洲对制裁俄罗斯的兴趣消退，是因为战争疲劳和国内问题。多数人认为，通胀就想交战争税，我们支付欧元，而乌克兰人付出生命。如果要是随着这个能源供应，就是各种能源供应都短缺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形成一个反俄的这种联盟，或者是导致欧洲各国内部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立场的变化。更令欧洲人不满的是，美国人却在利用欧洲的能源危机大发横财。路透社援引相关数据称，今年1至6月，美国向欧洲出口了39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占美国出口总量的68%。而且当前，美国国内的天然气价格与欧洲有着数倍的价差，美国企业将天然气出口到欧洲，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业内人士分析，今年冬季欧洲要为天然气支付的金钱将达以往的10倍。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早前已经公开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周一，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也罕见警告称，欧洲经济已陷入衰退，而非常严重的不利因素可能会让美国和全球经济在明年年中陷入衰退，也就是6个月到9个月之后。